欢迎回来，我是杨永明。我们这一届来看赵少康总统辩论当然赵少康现在是做侯友宜的搭档副手，但是呢，他要去大学演讲，而且是让大家都来登记，很多学校、很多的一些团体都来申请。结果呢，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尤其是这马上已经本来要举办的，在清华大学新竹清华大学，他说其实清华大学这个邀请赵少康来做首场青年对谈，被迫喊卡，而这个主办人甚至搞到后来都自己发烧到40度，为什么呢？因为他先去跟在科管局的妮妮生活馆，那这个是委外经营的一个妮妮生活馆，本来是说可以，那都开始在做这些所谓的海报啊、表单啊、邀请函啊，但是呢，突然要在就是演讲之前1、2天，这个得到通知不行，因为活动敏感，不借场地。然后呢，他之前其实我看了报道有提到说有跟饭店接触，那饭店不是学校对不对？因为他们现在都登记了，所以进入到学校，或许是因为行政中立的关系，现在没有看到其他的总统或副总统的这些候选人或搭档人要进入到学校去做演讲，只有赵少康。可是呢，你这个报道上提，饭店好像也没有回应，然后呢，学校这边也说行政中立，最后这个活动本来应该11号举办的，被迫取消。赵少康就说，民进党进入校园，对不对？那事实上，在文化大学的场地也被校方这个拒绝。那赵少康他自己说，其实民进党堂而皇之的进入校园，然后呢，到赵少康自己来做的时候呢，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文化这边邀请我，最后学校也把它否决掉。所以他认为民进党把政治搞入到校园里面。当然，你可以说，现在是行政中立，但是有这样子的复杂，而且如果在校外办的活动也是如此。那现在总统辩论，开始要做安排了哈。总统辩论，那游淑慧他就爆料，总共目前有11家媒体共同主办。我来念一下：中央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然后呢，三立、台视、民视、华视、镜电视、TVBS、公视，游淑慧就觉得很不公平。那为什么没有中视？对不对？你把中天撤照了，也没有东森啊，也没有东森，对不对？你其实连镜电视都有。讲句实在话，公视跟华视根本就同一个单位，是不是？因为都是公广集团，我很清楚嘛。那你现在，所以也就是说。11家，你又不是说各挑一家，平面一家，电子一家，然后呢供给大家用，不是，而是你挑了11家，结果呢主动的删掉好多家，这很奇怪哈。其实你是要围殴这个侯友宜，围殴柯文哲吗？对不对？所以这一次的11家媒体是他说赖办就说了，是循多年往例，没有东森，没有中视，媒体自行协商，就推给别人了。那年轻人其实只想听这个民进党想给他听的。民进党想给年轻人听什么呢？赖清德就说了，没有主权就没有所有权，一旦放弃所有权就没有保障，也没有民主。在野党连主张要跟中国重启服贸协定，刚才亮哥提到的哈。那侯友宜更说欢迎大量陆生来台就业，想说没有在看新闻吗？陆生的失业率超过20%，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来吗？台湾以后要怎么办？哇，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我觉得非常严重的误导。那民进党现在又在复制拜登的这个，就是说探测球的恐慌。有一个酷手的，过去两岸的这个军演的时候呢，飞弹来了不告知我们，日本政府告知我们才知道台湾人民。结果呢？这一次突然国防部说，中共有一枚这个探空气球逾越台海的中线，在基隆的西南方，所以选举到了，然后呢，气球就会马上的喊出来。那韩国瑜讲什么？韩国瑜我们看他讲什么？新加坡今天成功有几个重点，未来台湾也一定要这样做。第一，他有一套最清廉的政府。新加坡官员绝不贪污，偶尔出现一个贪污，全新加坡都震撼。为什么？人家廉洁有效率，早上申请一个公司外国人，下午
公司申请就核准，没有人想要从里面捞好处。这个是民进党政府想到这一点，应该要惭愧。这8年民进党的贪污腐败，多少老百姓已经受不了。新加坡非常聪明，没有资源，尽可能跟隔壁的国家关系维持好，不要有战争的问题。亲爱乡亲，台湾的未来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有战争，我们一定要和平，对不对？韩国瑜的讲话简单清楚，而且是直入人心哈。那我们看到一些军事方面的这个讯息，美国同意出售给德国80枚 MK54的鱼雷啊，为这个 P8A 的反潜机做这个就是说装置在上面。那现在台湾也有买，国防部表示说会出售总共3亿美元的对德军售案。那特别是弹射小红车歼35，同时也出现舰身。那这是在中国大陆这方面，福建舰第3艘航空母舰的新装备也陆续的亮相。那被拍到有2部小红车，分别在这边。然后呢，测试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弹射应该是最新型的。那在甲板后呢，也有类似像歼35的预备的参与的这个测试。应该短期之内还会有其他的这些军事的设施会亮相。在台湾大选的时候呢，美中之间在军事的层面动作也没有停下来。亮哥，其实只要是公立大学啊，或者涉及这个竹科的管理局啊，现在类似这种候选人，因为已经登记了，对，进入校园，我认为承办人最后一定会被警告啊。对啊，因为你也不知道谁会对你不爽啊，搞不好有某个民进党立委就质询啊，海 K 你啊，对，所以我看不太有人敢办啊。其实少康兄如果真的要接触年轻人，那就在校园附近找场所就好了啦，是，对不对？就是这个，事实上这个应该很容易解决啦，而且行动要快。对。因为坦白说，他自己也要跑很多场啊。那这个年轻的议题是要有地方发酵的啦。比如说他就提出那个购房的一个政见嘛。对。那我觉得他可能还会陆续提出啦，因为侯友宜，我相信他们不会只有这个政见，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40岁以下的选民相对比较少嘛。对。所以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我愿意接受大家来询答。我知道侯友宜也要在左营办一次，左营他本人左营也有一场啊。那我那个左营那一场就是直接让大家来办，来就不是到学校，对，可是就是一个青年论坛类似这样，让大家可以自由出席，然后现场提 Q&A 这样啊。所以我相信他会有陆续的政见要出来了，所以这个活动也要搭配他的政见，才能够适当的做宣传嘛。对。那游淑慧爆这个料啊，我们刚刚讲到中视没有，东森没有，那讲白了就是他们对某些媒体他已经做了颜色的区分嘛，他可能觉得这2家媒体跟这个侯阵营比较亲近，他一定是有一些认定的啦。东森有这么明显吗？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认定，是啊，所以我认为啦。事实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为什么要限定呢？对啊，你就让大家都来嘛。对啊，只要有拿到 NCC 执照的，应该一律开放嘛。是啊，对不对？都给了11家了，这个实在是莫名其妙了。而且他也没有包括网媒啊，他就故意要卡掉中天嘛，对不对？啊，那不然你就是限定，就是每个候选人只能推荐2家。这样也可以啊，这是个做法，对不对？所以你就故意弄出一种表面上好像很多家，可是圈内人一看就知道是不公平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简单讲就是他表示他防范的对象还是很清楚啦，知道就是在防这个侯友宜啦。然后因为有参与才会有提问人，对，因为事实上参与的人他才会去抽签嘛。对，那他这个辩论的格式，据我了解，可能没有候选人的互相质询。
所以就变成那个媒体的提问人非常重要，非常关键。而且因为它直播，它是同步免费给，所以其他的台没有11家以外，事实上也是可以同步直播的了。对，可是你就抽不到提问人。对，这是重点，对不对？对，那他提问人可能就会问你很尖锐的问题，反正他不管啊，他是要对谁做交代啊，对，就会变成这样啊。而且军方也是很故意，因为在这个拜习会之后，坦白讲啊，美国到台海的各种军演也相对变少。对，那结果他现在一个气球来了，都在公布，连气球都要公布，所以他就是要制造一点紧张的氛围嘛，以便打抗中保台嘛，就是这样嘛。这个有人在问了，那副总统辩论什么时候？1月1号，1月1号，大概就这一场。那总统辩论会不会有第二场？我们现在还在查。来，韩冰，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真的是有行政中立的问题，因为毕竟都已经是正式登记的候选人了，对，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啰嗦，也不用去让这些人为难，也不用给民进党找到画饼，就是自己在外面找一个。我建议是，刚我跟吕县长我们有讨论过，小小讨论过一下，我们觉得就是开放式场地，让大家都来。对，因为不然的话，你如果是那种密闭式场地啊，搞不好人家以为那个学生都你塞好了，问你自己喜欢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开放式场地，欢迎所有人都来，踢馆也没有关系。是，对你踢馆就是显示你自己的风度而已嘛。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然后全程直播，让大家看看赵少康也好，或是侯友宜也好，你们到底真正的能耐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啊，所以这个要赶快去办，事不宜迟。那我必须讲哦，这个总统电视辩论挑选媒体这个复杂痕迹实在是太深太深。你知道一开始他们连 TVBS 都要踢掉，是吗？对啊，是吗？他们一开始是要踢掉 TVBS， 是后来谢振达坚持说为什么？因为侯友宜之前就已经跟 TVBS 有签了，他说我都签给 TVBS， 如果 TVBS 不能来，我就没办法去。是谢振达坚持这样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同意让 TVBS 进去。谢振达是以前侯友宜的副市长，对，是这样子。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我告诉你好不好？因为民众党的代表叫黄珊珊，就是这样。他反对 TVBS， 他反对一些其他的媒体，不然的话，老实讲，你都已经开放到11家媒体了，为什么东森、中视不让他进来？照理来说，应该所有的电视台全部都开放，连进电视这个刚成立的公司都可以去了，为什么中视这个全台湾老3台最老字号的电视台为什么不行？对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行？你告诉我理由啊！所以这个根本莫名其妙到极点嘛。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其实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多台，这里头除了中国时报，因为报纸总共只有3家，中国时报、联合报它没办法之外，其他的几乎清一色全部都是偏绿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啊。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斧凿痕迹如此之深，你还好意思讲吗？最后我稍微提一提赖清德这个主权，奇怪了，到底谁说要放弃主权了？根本没有人讲过这件事，你自己射箭自己画靶，然后讲得这么高兴，我觉得你精神状况要去检查一下。真的是不可思议哈！来，舰长，的确就是跟刚刚那个彬哥所讲的一样啊，可以选学校附近的地方，例如说政大附近有道南河滨公园啊，那台大跟台师大旁边不是有大安森林公园吗？那如果是在中兴大学，台中的中兴大学的话，附近也有健康公园可以使用啊，就在这些地方申请，然后这些地方都是公有的。然后申请，然后直接在那边办，其实是一个方法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解放军的第3艘航空母舰啊，就是福建舰的部分啊。那它最近呢，也就是昨天啊，昨天我们看到最新的照片，就是它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3个那个以往没有的东西啊。那之前的确有出现这个小红车啊，这个小红车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弹射的一个负载啊。那他之前已经试过一次了，但是他现在已经在第2号跑道跟第2号弹射轨跟第3号弹射轨测试，而且摆上了歼35这个逆中战机的一个模型啊。那它这个是怎么比对出来的？其实就是如此啊。那有很多国际媒体说，那这个是不是它还要试验很久，像美国福特号一样嘞？大家不要想太多啊！为什么不要想太多？因为事实上来讲，这个在3到5年之前啊，其实在辽宁的新城机场早就有一个蒸汽弹射跟一个电磁弹射的跑道，这后面还有歼15。那它歼15，它只要加上了
弹射套件之后，它其实也可以上弹射轨道啊。那它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啊，不止如此啊，在武汉的一个测试场里面，事实上来讲，这个测试场的弹射轨道在这边啊，事实上也有。那在上海呢，上海其实也就是配合了江南造船厂的部分，它也有这么一个位置，就是可以直接弹射，而且还弹射过。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水啊。那里面有部分是溅到这个马路对面的一个那个草坪上面啊，所以它已经测试非常多次了。那大家想说，那现在到底要测试什么？不要忘了，这一艘福建舰它是中压直流的，也就是它现在等于是舰电供应，然后直接测试弹射。那这一些相关的内容啊，事实上在解放军有没有准备？解放军当然有准备啊！我们看这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的这本书里面，它其实里面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电磁弹射它有一个如何的程序来做，所以不要想太多，解放军都准备好了。那就像刚刚那个郑亮老师讲的，我们台湾该怎么样因应，而不是一天到晚搞认知作战。一个气球来就赶快发布一个讯息，对，飞弹来不讲，人家的弹射技术老早都已经出书公开出来了。是，来，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欢迎回来，我是杨永明。我们这1个小时的最后一节来谈拜登。拜登现在很糟糕了，他的儿子还记得吗？杭特·拜登现在果然出事了。那他4年呢，被认定逃漏税达到4300多万美元，可能会面临到最高17年的刑期，这不得了的事情。而且不断会被挖出来说他吸毒、拥枪、税务犯下的3项重罪跟6项轻罪。合计的刑期可能会达到17年。好，刚刚提到，特别检察官也说，他至少在策划这个2016到2019，光是这4年期间就逃了大概140万美元应该缴的税，而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些很糟糕的细节，包含一些色情的开销，高达都87万。这些数据、这些内容慢慢的都会在媒体里面呈现。那CNN 的民调，也就是说，美国民众现在对于经济的悲观只剩下37%满意。前面讲拜登的儿子现在帮他这个不断的出状况，这边讲经济，美国民众的经济对他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其实大部分悲观，只剩37%满意拜登，这是很低的很低的。那现在整个满意度大概只有45%，现在跌到37%，不满意度来到63%。你还要连任吗？已经连续16个月维持在衰退的富兰克林美国经济仪表板上面那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谈到中美之间，尤其是针对这个电池的问题那这是属于美国当初列了4项关键的这个产业，那特别是针对敏感技术流到中国，美国的众议院的这个报告说要加强管控，这是他那个联邦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这个报告，美国敏感技术外流至中国的这份报告。然后呢，希望能够切断中国的储能电池的这个连结那有一个公司叫做美国的，它这是美国政府这个资助有资金资助的杜克能源已经切断海军基地使用中国宁德时代的储能电池的连接。原因不是说他发现到什么安全问题，原因就是政治因素。他是觉得说国会议员跟这些专家对于潜在威胁发出警告，然后呢，金融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认为这个不寻常。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出禁令，等于是主动的先把这个事情给断掉。那因此呢，整个宁德时代的电池遭美军基地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切断其实那当然宁德时代的回应是说，其实这是不实的这个指控。在白宫这边，他当然又同时还是说希望跟中国大陆恢复军事对话一直都没有再恢复到
真正的高层的这个层面。白宫的发言人、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他是说热切希望恢复跟中国泄露僵局的军事对话，能够减少误判跟误解。然后呢，奥斯汀最近呢也没有说他有任何特定的中方的对这个等于是接洽人。那现在在柬埔寨海军的这个基地呢完成，那这个在2010年以前其实是美国去协助，2010年之后呢就是由中国大陆来接手。现在这个几艘海军的军舰呢停靠在这里，同时中国大陆的就是应该是这个高阶的这个军官呢也有访问到柬埔寨。那美联社的分析对比这个整个尺寸，认为这2艘中国的舰艇很可能就是中国产的056型的飞弹护卫舰。美国国务院表达强烈的关切。那这个军港呢叫云朗军港，正在监控这整个情况。不过这个中国大陆官方的这个媒体《环球时报》就说，你美国在全球有800多个基地，在85个国家，而你现在哪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指控来去指责别人这个说三道四呢？你光在菲律宾就有9个，所以现在这整个发展其实不要说军事高层的对话，连彼此之间的这个基地的使用都在相互的这个指控，尤其是美国这一方。来，亮哥。我觉得 Hunter Biden 这个不是新闻呐，大家本来就对他知道他是一个烂咖嘛，而且坦白说他已经56岁了，所以除非他是因为拜登的行政职权得到特权，才会伤到拜登呐。对，否则坦白说我觉得美国人这个部分倒是蛮成熟的，就是他个人的事情。对，就是一个败家子嘛，那都56岁了，那犯罪那就抓去关啊。对不对？搞不好抓去关对拜登还是一件好事，省得那边烦我。那个，所以因为这个不是新闻，对，早就传很久了啊。那所以倒是看到 CNN 那个民调对他比较伤那真的是蛮严重的。对，而且我刚刚看到的，因为你这个是对总体的不满意嘛，是，那事实上经济是不满意只有已经63了。对啊。那经济更严重，对经济有信心只有16%，没有信心的是84，对那这个还有广泛的，而且我看 CNN 还登了一个说，民主党的内部人士表示，他实在太老了，他还把它当做标题登出来，这样 ，He's too old， 这样。今年正式82岁，我知道啊，所以。坦白说了，民主党很痛苦了，可是他也不能太晚决定。我认为这种声音应该会在明年2、3月倾巢而出了，因为他要赶快做决定嘛，要不要换人？他最近不是讲吗？如果川普不选，他也不选了。那是不可能的，他这个就是故意把川普拉进来。事实上他想选了，是他知道川普一定会选嘛，对，可是人家川普。不会跟外星人握手啊，对不对？不会讲话讲到一半忘记了啊，对不对？还会忘记自己在哪里，他空间失调、言语失调，一大堆症状都出现了，非常严重。那川普没有这种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民主党不是只有民主党人担心啦，事实上连美国一些媒体都公开提过这种问题，对，就是说没有错啦，你如果完全就医学而言，我们很难说你失去资格参选了。对，可是坦白说，那个是一种渐进，越来越严重的过程。是，我讲的是失智啦，或者老人痴呆，大家都知道。而且坦白说，比他刚当选的时候那个时候要严重。因为我们2020也看他这样上来啊。对。我认为是越来越严重，连我都有这种感觉，何况是美国老百姓，没错，对不对？所以民主党恐怕在未来3个月要做重大决定啊，因为未来这3个月我们也会看到俄乌战争啊，还有以色列跟那个加沙的问题恶化，那美国也要做决断。那不知道还有谁呢？是啊，那。到时候我说对他的谴责还会更多，对，说你怎么会处理成这样？是，那当然很多人就会又归咎到是不是因为你身心俱疲啊，才会处理成这样？我觉得都会连上来了，所以到时候再看吧。现在大家都认为明年最大的国际政治经济的风险就是美国的选举。是啊，就是如此。
因为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谁要出来选，以及选举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来，韩冰，我觉得拜登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解。因为现在最严重的状况就是，不是拜登自己个人出了什么状况，而是民主党现在就没有人能够扛得起来。他其实还是民主党内声望最高的那个，所以整个民主党连个这个情况不是很妙的拜登都打不过，那你还有什么好讲呢？那问题他的对手共和党也是一样，也是最老的川普最强，所以川普甚至不用参加初选，都已经几乎是笃定就是他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况。美国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精英都是老人，然后年轻人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解决啊。那至于宁德时代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杜克能源他是预期到美国可能会有下一波的这样的禁令，对，所以他直接就先做了打预防针了。不然的话，老实讲啦，难道电池能窃听吗？难道电池能够窃取什么机密吗？不可能嘛。那我觉得主要他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如果过度依赖宁德时代的东西的时候，万一将来就是大家闹翻断货了，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啦。那可是问题是，美国的电池产业现在就是不行啊。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电池产业呢？因为如果按照美国现在规划的战略的话，你看到它半导体也要自己做，电池也要自己做，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美国真的能够自己做这么多东西吗？不可能。对啊，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嘛。而且美国就算你有这个技术去做，你做出来那个成本也是吓死人嘛。不得了。对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要走上这一条自给自足的路。中国大陆是过去几十年因为一直被封锁，被迫走上这条路的。那美国要让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吗？我觉得这好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美国必须要去想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那至于说科比现在又在讲这个东西，表示拜习会之后军事沟通还没有出现。还没有，也就是双方到现在目前还没有兑现承诺。对，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国是不是太放心了，以为就是拜习会见过之后，我们就可以就是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拜习会其实正在进行的时候，南海美军就有行动，就已经在那边又开始自由航行啊，干什么跟解放军在对峙。所以解放军才出现了在牛二礁那边，不是弄了100多艘民船那边排队给你看，阅兵典礼给你看。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还是保持这样剑拔弩张的状态的时候，可能习近平会觉得说，你拜登又在骗我。你说要克制你自己的行动，你又没有克制，说一套做一套。对，那我为什么要兑现我对你的承诺？对，舰长。如果我们看到刚刚电视墙右侧的那个图片的话，那一张是什么照片呢？那个事实上是柬埔寨的国防部长迪西哈，他登上056A 的文山舰上面进行的一个校阅的动作。那事实上他们到底位置在哪里？位置在这里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就是云壤海军基地啊，这是原有的柬埔寨的海军基地，这是新盖的海军基地。那其实它是在南侧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是南侧这个位置呢？而且确定是056A 啊，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照片之外，小舰长用卫星的照片已经帮大家量出来，这个长度就是 056A 的飞弹护卫舰啊。那为什么是南边？因为如果大家仔细有很多的媒体跟你讲说，媒体记者说，哎呀，这可以停航空母舰。你有去看它的水深吗？它的水深，它在北边北侧这边，看来是最适合停航空母舰的地方。它的水深只有2.3公尺，最深不会超过5.6公尺。那问题是，航空母舰以那个我们刚刚讲的福建舰的话，它有11公尺的水深啊。那如果再加上潮汐，你最起码要13到15公尺，你才能满足。你5公尺进去干嘛？要搁浅啊。它唯一的就是从南侧南航道这里进去，这里还勉强有10公尺水深的航道，但是这旁边有个沉船，所以定位就变得非常重要。那是056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就从照片来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前面正前方有5个舷窗，那侧边有2个，然后再加上它的主炮，还有那个它另外一张照片上面还有所谓的红旗10的这个防空飞弹。我们这样整个研判12月3号的这一张照片，事实上就056A。056A， 对不起，小舰长在其他节目，
我在2个礼拜以前我就讲说，所以可以进的只有056A。那为什么云壤海军基地大家这么重视呢？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摊开来看哦。事实上，因为马六甲困境，所以限制了那个大陆，它未来如果说暂时的时候运补，或者是南海的。蔡英文现在也开始好像抛出一些新的家里成员的照片，不过外界可能看得有点不飒飒。主要原因就是蔡英文前几天呢在脸书上发了这篇文章，这边有一只狗，就说他跟大家介绍他家的新成员他之前在上周末在台南关庙所认养的这个狗狗叫做旺来，叫凤梨妹。那现在呢已经正式成为他家的一员了。结果现在网友都说什么？小英家的狗怎么大于多数的台湾人，已经民不聊生了，还在顾宠物。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人不如狗，人民要自强啊！那现在呢，其实赖清德也谈到一些这个两岸的议题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侯友宜批民进党文路色变，那陆客来了，鸡肉饭卖得更好。但是我们知道赖清德之前怎么说？赖清德之前说，如果中国人可以来台湾做服务业，他们连鸡肉饭都可以开店的话，那对台湾的社会影响非常的大。那侯友宜怎么说？他说：不对啊。陆客来这边吃我们的鸡肉饭，便当都卖得很好，那庶民经济会好一点，请赖清德不要老是抹红别人嘛。另一部分呢，我们刚刚谈到韩国瑜，韩国瑜呢，他其实到新庄去站台的时候呢，也非常多韩式金句。他说民进党不知羞愧，应该要学习新加坡。我们来听听看韩国瑜怎么说。新加坡今天成功有几个重点，未来台湾也一定要这样做。第一，它有一套最清廉的政府，新加坡官员绝不贪污，偶尔出现一个贪污，全新加坡都震撼。为什么？人家廉洁有效率，早上申请一个公司外国人，下午公司申请就核准，没有人想要从里面捞好处。这个是民进党政府想到这一点，应该要惭愧。这8年民进党的贪污腐败，多少老百姓已经受不了。新加坡非常聪明，没有资源，尽可能跟隔壁的国家关系维持好，不要有战争的问题。亲爱乡亲，台湾的未来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有战争，我们一定要和平，对不对？韩式金句让全场真的非常嗨。那韩国瑜谈到的一点就是说，青年的政府相形之下，难道民进党怎么能够不惭愧吗？要我们希望能够跟新加坡来做个对比，而那个对比部分呢，可能也回到越南身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包括了这个越南的部分呢，现在已经访问中国以及丁薛洋共同主持的中新合作这个回南会议包括新加坡的总理这个黄循财，还有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丁薛洋，他们2个人现在已经同台了，要签署这个中国跟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协议书。那坦白讲，为什么提到这个黄循财？因为黄循财也被视为是新加坡的接班人嘛。那黄循财跟赖清德同样是接班人，一个签署了这个自由协定，为人民带来繁荣昌盛的愿景，而另一个赖清德呢，则是不顾两岸的贸易即将被摧毁，还叫民众要做好战争的准备。这样一来一往之下，其实民众就有感觉。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新加坡也创下先例可以用数位人民币的方式主要原因就是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宣布已经开展中新两国之间的跨境数位人民币的试点，允许两国的旅客能够使用这个数位人民币来做消费主要原因他们怎么说？他说永远不要单压中国经济衰弱，中国是一个能为双边合作带来机会的经济体。那现在大陆专家也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说美国呢试图扩大对台湾的安全网络安全合作，那可能会为台湾的局势呢带来新的风险美国众议院就公布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台湾的军队要做培训。但是环球时报有点出说，这份草案呢在强化印太战略跟继续武装台湾，分别展现出明显的对抗性。而另一方面呢，美国现在也要扩展军舰，但是速度跟产量远不及中国。现在美国他们自己的海军研究员都说，问题不在光钱上面。怎么说他们战略暨国际研究院日前做这个兵推美中因应台湾开战，结果呢，美军是丧失了2艘的航母、20艘的驱逐舰以及巡洋舰。那中国大陆呢是50多艘的主力跟海面舰沉没。
双方平手，但是问题来了，不久是中方获胜，因为中方能够更快速填补损失的船舰，所以看到是美国的问题。可是美国现在可能还被问到说，这个习拜会现在拜习会现在还是没有下文。那白宫怎么说？他说殷切期盼恢复军事对话。白宫的说法是说，现在军事对话呢还没恢复的原因之一，就是李尚福遭到免职之后呢，仍然没有任命可以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话的新人选，那我们呢也在敦促他们尽快能够指定人选，殷切期盼展开对话。那现在是不是我看到乌俄局势，是不是美方这边也要开始要参战了？因为现在拜登示警乌俄战局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也称，如果军援枯竭的话，将派士兵作战。这个福斯电视网的主播呢，前主播就说，一次在众议院的机密简报当中，奥斯汀告诉议员说，如果不拨款给泽伦斯基，将派你的叔叔还有你的表兄弟啊、表儿子去俄罗斯作战。那给乌克兰钱的话，我们就会杀了你的儿子。所以呢，才说这个不上战场的话，现在会不会变成一个双方讨论的焦点呢？那现在呢？美国到了这个战场上，还被惨遭完整虏获。那俄罗斯骄傲的展示美军这个布莱德利的步兵战车，这个步兵战车在被虏获。那现在俄罗斯电视台的记者呢，就参观乌克兰战场上缴获的步兵战车。那这个战车呢，是美国对乌克兰的重要军援、最新军援，但没多久就被战场上被俘虏了。话回头来讲，我们请教帅将军，怎么看现在这个蔡英文还po这个狗狗的照片，对选情会有帮助吗？这个他是有名的啦，就会有重大的问题，用文青的方式来回应的。是养狗了，养猫了，真的，我们现在人不如六畜了。我就不要再批评他了，这个不值一谈了哈。你这样讲的最近的新闻 ，M2A2 布莱德雷车，对，1994我到美国装甲兵学校参观，而且还被准许开那个车子。这台，对。它一共2款，一个 M1A1 坦克车，布莱德雷坦克车，这个是步兵车。这2款车我都开了，就是它刚刚成军的第1年。好车，但是这个好车是20几年前的好车。所以你到现在反装甲武器这么发达，无人机这么发达，坦克车的这个时代已经快过去了。是你记不记得西德不是把豹2认为是最好的战斗，全世界公认最好的？送到乌克兰100辆，被打掉52辆。因为现在的武器形态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皮粗肉厚的坦克车，冲锋陷阵，没人能抵啊。对，那是2次大战。现在的托式战车，各种各样反装甲，一个人背的，一发就把你干掉。天上的无人机下来不干。最恐怖，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是炮兵，叫精准炮兵。精准炮兵，以前炮兵是靠炸出来一个面伤人，他现在可以自导的炮弹了，直接命中你坦克车。所以你看为什么对大炮直接可以命中？所以人车司机为什么跟美国要1500万发？现在已经沦为双方真的就是炮战为主了。是坦克车不大敢派到第一线，第一线会被无人机或者反装甲还有地雷3种东西杀手，所以这个时代过去了。第二个，那个奥斯汀讲那个话会引起轩然大波了。美国人会问：我们要派子弟兵到乌克兰去跟俄罗斯打吗？对不对？就跟我们这边要宣布1年2年的兵役延长一样的嘛。是，美国老百姓并不见得好战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再回到台湾的问题，你到台大进去啊，走不到200公尺，看到右边有一个钟，叫附中。是，附中是民国38年傅斯年当校长，那个时候老总统的威权多高啊，都不能进入校园。傅斯年公开抗争，那个时代都可以到校园自主啊。今天什么时代了？你号称是民主了几十年了，怎么这点常识都没有呢？是，为了台大一个管中明一个校长，换了3个教育部长，那一搓啊搞啊，你这个手也伸得太脏了吧？挺行的，伸得太脏了吧？校长是这些教授大家互相公推出来的嘛，你怎么可以让政府去管呢？很难过了，这是台大最黑暗的时代，最黑暗嘛。你看我们的教育现在为什么台大被退到那么100多名呢？你教育部在干什么事啊？课纲一搞得我们这些老师都不能教书啊！你要把中国的文化连根斩吗？你是这个政府该干预的吗？全世界都在学中文的时候，你要把中文抛掉，
对不对？所以民进党是逆全世界的潮流在搞啊。美国已经告诉你把台独党纲给废了吧，对，要不然你根本活不下去啊，对不对？他还在讲美国爸爸可以帮他出兵，乌克兰打成这样，美国都不出兵；以色列打成这样，美国也不出兵。你认为台湾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吗？各位想一想，你醒一醒吧。美国兵不要命啊，何况打不赢，他怎么会来呢？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自己很冷静的思考，不要被那个政客造势造到自己头昏眼花。是，岳老师你怎么看？民主，民变成猪。是我先讲啊，我们蔡大小姐啊，她喜欢狗胜过人呢，是其来有记录的嘛。2年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拜登的狗死了，马上发现慰问了，哎，我跟你讲，我们这里嘛，老百姓他妈怎么活的，他完全不管了啊。说句良心话了。因为你这个表现出来，你那个情感，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他没有感情的。他讲的慰问什么养的什么凤梨狗的时候，遇到必要啊，他们也一样丢出来啊。这个感觉上是，就是说你要有一种温度嘛。你平常现在是照顾全民啊，你不是照顾全狗啊。所以你讲说，如果说是人都不如六畜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养猪了，你知道吗？观感不好，对不对？不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很苦嘛，然后家里谁家里没有几个年轻人啊？现在年轻人要做什么？对不对？你自己心里明白吗？没有企业发展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情况，这个第一个。然后另外，我觉得有一件消息可以注意到，我稍微深入一下分析，就是说是那个塔克啊，他原来被那个 Fox News fire 了以后啊，他昨天他自己贴出来讲说，这个讲了奥斯汀讲了这句话啊，我跟你讲，奥斯汀讲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不适格的啊。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打仗是要有国会同意，一定要有理由的。怎么你如果不通过这个？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迹象可循啊，因为那个沙利文他国家安全顾问前阵讲说，如果说是这个俄罗斯打赢了乌克兰的话，然后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办，丢脸可丢大了，因为前头搞得现在这样尾大不掉，进退维谷啊。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首先就是说尽量不要打仗，然后谈和，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好了，你现在一个拱火搞到现在快2年了，你就尾大不掉了，然后又拿不下来，所以说塔克贴了这个消息以后，马斯克名人吧，马上问真的假的？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平台上啊，他说真的啊。我觉得美国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了啊，因为否则的话呢，有很多人跑到美国去了，台湾打仗，美国打仗，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啊。就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另外，我稍微要提一下这个黄循财啊，我提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人家新加坡做事情啊，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就是说是孟子说过啊，大以小事啊，大事小事以仁呐，然后小事大事以智啊。是，新加坡是小国，有名的嘛，非常非常小，但是呢，他们呢，对于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呢，从这个李显龙开始就强调，就说新加坡面对了这种选择，新加坡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单一的选择，这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其实说句良心话，我们以前还在强调，就蔡英文本身也不要做出这种单一的，就抱紧美国一条大腿，要单押宝了哈，你都不知道那个腿是真腿还是假腿啊，你知道吗？搞不好这个拐杖啊，对不对？你自己意志，对，他可能是这种情况。我觉得黄云才的话呢，另外一件事情非常了不起啊，我最近啊，就是说是发现了那个林显龙要把位置传给黄循财，我算了一下。黄循财是新加坡的高级文官出身，当人民行动党的总书记要当1年，秘书长了哈，要当1年，然后呢1年之后呢，再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来选举，还要1年。人家的交棒是2年前就做好了清楚的准备，清清楚楚，不像我们这里搞了40年民主，弄得乱七八糟，到最后啊，就是搞到最后的话呢，那天在凯悦搞那个蓝白合的时候，就紧张到最后20秒钟啊，每分每秒都算了。那这样子老百姓怎么活啊？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有民主制度啊？为什么要有民主制度？我告诉大家，就是为了求长治久安的。否则那时候国政党讲得很清楚啊，你到庙里面、到祈天宫里面去拔杯就好了，那就是1万年前的萨满教啊！你搞了个民主，搞成这个鬼样子，你还好意思讲这新加坡了？我们对新加坡是只有羡慕的份了。是吴老师你怎么看因为像大家把黄循财跟赖清德来做比较，你觉得这2个人真的？你看黄循财他还签了自贸协定，为民众带来繁荣的愿景，但是赖清德叫他做好准备，你觉得这2个比较怎么看？那当然，新加坡我们讲它的避险很清楚了，美中之间它不选边，而且对中的经济跟对美的安全它都要，对，这是非常聪明跟有弹性的外交政策。黄循财也学得很好，他学李显龙。
李光耀他都学好了。所以我想这个，而且他以这个自贸区哈，新加坡签了这么多自贸协定，对，我们才7个，那怎么跟人家比？比不上啊。所以他们的弹性比我们高太多。可是不要说哦，他们不怕，他们其实也很怕这个我们讲共产党啊，新加坡对共产党还是有忌惮，对中国在南海问题还是有忌惮。问题是人家就他还是有这个有弹性的做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学不来。我们现在是一面的亲美，我们叫护从美国。所以讲到护从美国，我们还是要看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美国现在在乌克兰的资源度上面，我觉得他们遇到一个进退维谷的部分。是。那当然，民主党的人就是跟着拜登一定支持这个乌克兰的军援，但共和党里面有杂音，特别在我们知道说10月底他们政府美国政府一度要关门，所以呢他们要靠这个紧急拨款，然后共和党就说要拨款可以，不要再给乌克兰任何1毛钱。好，DeSantis 在共和党第2次这个代表大会就讲了，我们不要给乌克兰空白支票啊。虽然 Nikki Haley 之前的南卡州长啊，然后还有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说我们要支持乌克兰。共和党里面有杂音的，对，好，那当然我再举一个，这个观众朋友如果记忆犹新的话，今年2023年的美国拨款委员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那个 Lindsey Graham 南卡参议员，他讲什么？他说我们本来要给台湾很多钱那个这个 NDAA 很多钱，结果呢，我们只决定给他20亿美元的有偿贷款，就是台湾要付钱。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台湾你付得起；第二个，如果我们给台湾太多钱了，会排挤到乌克兰美国援乌克兰的预算。对，所以代表说，他们共和党里面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杂音，是不是要帮忙乌克兰？要帮多少？如果帮多少，民主党帮很多，拜登可能选举很困难。现在最重要的是，美国有没有对他们的这个所谓民主自由霸权在乌克兰进行一个反思？反思什么？第一个，他们要撑多久？第二个，假如他们对乌克兰的承诺减低了，那对东海呢？对东亚呢？对台湾呢？是对不对？对以色列呢？大家会不会怀疑他的这个 commitment？ 对，所以这点我想是美国过去美国外交政策不断的在扩张内缩，他们在不断的循环啦。重点是那我们台湾呢？台湾面到美国扩张外交、内缩外交的时候，我们就一昧的抱着大腿吗？还是我们要有限度的再有弹性呢？这一点我也觉得要给民进党一个参考。是美国的外交不是无止境的扩张的，他们扩张一定程度都开始内缩。所以这点是好好研究美国外交政策。是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新加坡部分，其实台湾在当中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除了看看新加坡之外，也要来看看越南的部分了。因为现在呢，越南12号已经开始欢迎这个习近平到访了，甚至呢，升荣皇城名下这个21响礼炮来欢迎习近平哦。因为习近平呢，在12月12号到13号到访越南的时候，这件事情呢，除了要跟这个越共的总书记举行4大支柱会面之外呢，也将跟这个越中的7年举行交流。那前11个月呢，中港共同投资将近82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哦，让中国成为越南最大的投资国。那美国呢，从去年的7亿美元，现在已经降到5亿美元，仅仅排名第10名。我们刚刚为什么说要看看越南的情况？因为越南他怎么说？他说，既然要跟美国航母的存在，那也是需要跟中国的连接高铁的部分，等于它两边都要的意思，所以绝对在外交上不能单押宝。那现在中国的企业呢，计划投资越南的高铁，甚至要串联河内到胡志明市。总共的投资将达到648亿美元。那现在越南高铁准备要建了，这是由中国跟越南一起合作的之下的情况。那现在中国的部分其实中国的基础建设你在快速扩张当中现在到济南到郑州的高速铁路，预计12月8号要全线通车，那最快可以来到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了。主要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这个铺阳到越南的部分济南的部分主要原因呢是说过去没有高铁直通，那2个城市呢必须要上下绕或是北上绕行，呈现一个 V 字形这样的情况呢才能够通车。那如果这条线营运通车之后呢，从原本的3.5小时要大幅缩短，变成1.5个小时，整整缩短2个小时那这样一字形的这个让2个大座城市济南呢跟郑州可以互相连接。所以山东呢建造这个一字形的大通道的基础上，可以对外对右边可以对日韩，那覆盖山东；另外呢对左边可以辐射到黄河流域使得那个黄河沿域的沿海呢都可以贯通，甚至可以支撑带动黄河流域来融入一带一路的一个情境。这是在基础建设上面。那现在中国基础建设当然不止于此嘛，甚至还变什么
青川铁路要爬升200米，挖出130公里的隧道群。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海拔500米的成都平原一路到上行2500多米的镇江关，仅只有206公里的长的铁路，但是问题是，它从2011年的3月开工到现在13年才通车，其中耀龙门的隧道呢长20公里，但是因为它的地质比较软，所以便称为是豆腐渣中的开通隧道，但是目前也要顺利，接下来可能要顺利完工了。那现在我们看看中国之后呢，我们来比较美国的铁路到底现在情况如何了。这个加拿大跟美国西岸的2个小时的生活圈目前还在观望当中。那拜登宣布即将通往温哥华的高铁才要拨款而已，还没要建，只是要拨款而已哦。拜登政府呢，礼拜五宣布说，将拨款61亿美元协助美国的高铁系统，将用于呢建造温哥华、西雅图跟波特兰之间的高速铁路，但是什么时候开工，目前8字还没有一撇。那接下来呢，美国的舆论战是不是又再起呢？美国媒体爆料，秦刚现在可能遇害，那现在专家接出了重大疑点，说可信度不高。我们看到美国的报道是说呢，这个秦刚已经涉嫌向西方泄露军事机密遭到逮捕，甚至已经轻生或死于酷刑。但是中国时事的通讯创办人说，这个报道呢缺乏作者具名，而且有一些引起轰动的爆料。另外，经济学人也说，这个报道呢充满了猜测跟八卦，留言内容耸动，但难以求证。另一个部分要看到的是美国的国会议员呢，现在控中国大陆的大蒜不卫生，那现在让北京的官媒也跟着跳脚了。美国的参议员叫做史考特，他怎么说？他说中国大陆的大蒜呢，用粪便施肥还有污水栽种，非常的不卫生，甚至构成国安风险。大家觉得，大蒜跟国安风险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将提案法将予以控管。另一个部分呢，他说，据中国官方的背景公众号的这个牛弹琴发文回酸，什么事都要扯上意识形态，果然是带有色眼镜的信函。另一个部分同样扯上国安问题的，还有美国呢首度基于安全威胁要切断中国的储能电池的连结，就是因为现在美国要切断北卡罗纳州的陆战队的基地，那因为他们都使用中国的宁德时代的储能电池连结，所以现在国会议员说，这个可能是潜在的安全威胁，要提出警告。可是我们看到大蒜跟电池现在什么都要扯上国安安全，这对美国来说是好事吗？先请苑教授你怎么看？我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说是这个，我实在不忍心讲啊，要哭笑不得。因为那个 TikTok 的那个 CEO 啊，那个叫周什么的哈，是他在接受美国那个议员访问的时候，有个议员居然还问他这种问题，说要使用 TikTok 的话，家里要不要有网路？是这个我当时还没听懂，你知道？是，就网路都涉及国家安全的，我必须要强调。这个大家不要认为说是美国的议员很有水准啊，像我们3个的话都可以去当议员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史考特他完全没有感觉。我们小的时候哪一个人看到农田旁边没有一个化粪池啊？哪一个人没有啊？我们的肥料都是用我们的粪便浇出来的。是这个大家每个人记忆犹新。说句良心话，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你美国难道一天生出来就有人工肥料吗？他说会构成国安风险。不，这个更好笑了。这个我不要从哪里讲，什么都是没有国安风险。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拜登走在路上突然死了，也是国安风险啊。风吹草动见牛羊，你一下被牛撞死了，也是国安风险。你要中国大陆讲可口可乐也有可能，不是你要扩大解释就没什么话好讲的。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我讲2件事情，让大家能够明白的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不是特例，台湾这边报警美国一条一支是特例啊，就是说是没有这种情况。我旁边坐的外交专家啊，他们的书都不用读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脑袋当中表现得很顽固，人家越南本身软负重，人家都知道。对啊，我们既要美国，也要中国。中国哪个不是这样子？哪个不是这样子？除非你要找到我麻烦，我们剩下的所有人就是统一战线，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这个本身最基本的外交政策跟政治其实是差不多。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伸。好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越南这边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坦白讲啊，那个因为地缘上的关系啊，越南对中国确实是比较态度好。越南上下3000多公里，对不对？有关于南海的行为准则，人家越南也是愿意跟中国配合的。你美国这边的话呢，股东越南当中，你实际上能够给越南什么好处？越南会做一个比较，这是很客观的，对不对？另外的话呢，我要谈一下这个基建的。
的事情啊，是因为这个是我印象太深刻了。首先，第一个从济南到郑州啊，是连通的山东到河南的。我在大陆是山东人，有名的山东人呐、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这一次的话呢，遇到了很多河南人，河南人跟我们山东人讲话口音、生活习惯完全一样的啦。所以基本上的话呢，能够连通的话，但是我要强调，这两个省的话是互补。首先，第一个，其实大家要了解虽然都在黄河以北虽然整个人原来的印象中比较穷的原因是因为黄河发大水的关系但是的话呢，山东的工业是非常厉害的。是，那河南的话呢，基本上它的农业产品是对于中国来讲，我看小麦很多的黄小玉大概都是中国的第一名所以这两个省的话呢，在如此近的距离，不到2个钟头可以来回交往的话，另外还有一点事情大家要了解，郑州本身的话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火车联系中心，所以刚刚提到会讲说是有关于这段铁路扯上一带一路的主要关系，就跟这个情况一样。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大陆的基建发展。我最近去了一趟贵州全那个高速公路全是火车跟隧道是我跟你讲，那个盾构机实在是太厉害了，让美国想要追早的嘞。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你们3人。欢迎来新闻大白话，想请教吴老师，怎么看这个越南现在处理美中的这个议题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台湾来做一些借鉴？越南也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国家你看它今年的前8个月跟中国的总贸易有1039亿美元，是光贸易中国跟香港在越南投资已经在前11个月是82亿美元，是，所以代表说两边的经贸都史无前例的新高。人家越南都有人做了，你要说人家越南跟中国都是共产党不能同样讲，人家还有以前历史打过战争呢，是惩越战争，毛泽东打进去也打出来了，那打过仗，南海也打过是赤花礁海战，越南海军死了很多人那当然他们对中国大陆在南海的有忌惮，但是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忌惮当中维持一个两手，经济也要对，经济也要，军事也要抓好，是，所以他这个避险越南也是玩得很好。我觉得在东南亚现在避险玩得最好的，除了新加坡之外，它就是越南。是那你知道在越南投资的前4大，中国、日本、韩国跟台湾。台湾我们那边有2700家台商，是总投资额大概335亿美元，但是韩国光三星就325亿，韩国一家就快抵我们全部但是越南他们就喊出来了。他们说什么？我们不是只要这个 Nike 跟 Reebok， 对，我们要台积电，我们要类似高科技的，越南统统都要，他们都要。所以，如果越南这么有弹性，我们不要小看越南人，他们非常勤奋，做事也很认真，是，他们一直想把自己国家这个经济抬起来。面对得到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红利，他们都要了。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他们的避险跟我们的避险不一样呢？怎么可以说台湾因为有人要并吞台湾，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呢？难道越南没有被人家打吗？有啊。过去被人家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做出这么有弹性的外交政策？那台湾我们还是摸摸鼻子，什么都不要。拜托，大家脑筋清楚一点。如果有经济红利的地方，你要去做，这是未来为什么他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相当好。河内，大家如果有空去河内走走，去胡志明走走，去富国岛走走，那个是一个新的，我们可以看到越南人怎么样把他们的国家慢慢推上国际舞台，一个发光发热的地方。我们不要再看不起人家了，我们也没有这个本钱，没有那个本钱，没有那个本钱。所以重点是。现在习近平这一次他有一点是要推升中越的味道，特别是中越是在全面战略伙伴15周年，面对美国的拉帮结派，习近平去那边想要稳固我们要继续关心这个中越的发展。好，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想请教帅将军越南的部分我们刚刚讨论了非常多，那你怎么看？越南是这样子越南从这个中国大陆的从深圳那边开始胡锦涛讲腾笼换鸟，是中国大陆在台湾投资大陆的什么鞋厂纺织厂，通通转移到越南去了，是，和台湾也移过去了，因为KODA的关系过去了。所以越南起家的时候是轻工业，那么现在越南的纺织厂大概都在解聘了，因为这个东西是
搞不过高科技产品嘛。你像辉达一个晶片卖你500多万、600万台币啊，对不对？所以越南积极要想在经济上发展。那第二个问题呢，美国也在争取越南，中国大陆也在争取越南。对，美国在越南也有投资，也投资不少，所以他挖越南的力道现在正在发酵。他挖越南的目的是要金兰湾跟配合菲律宾的 Clark 变成南海2个美军基地，可以锁住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是美国的企图。但是越南在比较，就是两边火中取栗哪一边比较大？中国显然比较大，又是铁路，又是投资，地理位置比较近，对这个，而且还有俄国人帮忙。越南跟中国以前有恩怨，可是跟俄罗斯很好。